Our language we say domo. Domo. So read. 就煎起来之后呢，刚刚那个坚果煎起来。司机叫导游去买这个，昨天我拍了一下，就是像坚果之后那个有叶子，对，就是所谓的槟榔，不丹槟榔。我们现在要前往的这个地方是不丹的旧皇宫，也是不丹被称为最美的寺庙，普纳卡。不丹国王加冕及举办大婚之地。那不丹只有一条高速公路，往东往西都要靠这条高速公路，常常需要这个翻山越岭，山与山之间的关口驿口成了中途的休息站。那经过一些驿口必经之地，这里呢拥有第44国王纪念跟印度南部阿萨姆战役胜利而建的108座的佛塔，也是为了祈求世界和平的意念，又称为凯旋塔。在不丹，你常常听到的108这个数字，我们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何不是其他的数字呢？那因为呢，汉藏族跟其他的西南的少数民族呢，都是把9视为这个吉祥喜庆的数字，而由于崇拜9这个字重9，所以重9的倍数如1836、72、81、108，尤其是108，更为寺庙建筑爱用的108，这个数字。佛教也说人有108种烦恼，佛法能使人断除。所以不要小看一个宗教，这个宗教其实都带有非常多强烈的这个数字意涵。那现在这个在这边比赛丢东西丢这个植物比赛那现在可以看到有没有？你不要以为他们穷这个完全跟印度不一样印度是善家真的是穷但是在不丹人民虽然生活物质不富裕，但是呢，他们虽然不富裕，但是我一直强调他们是很快乐的一群那我们现在前往不丹的普纳卡这个旧都皇宫来去观赏一下。现在在经过旧都皇宫的这些驿口站呢，我们停了一下继续前往不丹的旧都皇宫，看看这个有108座塔寺的地方那现在正在前往切米拉康。现在切米拉康这个地方它其实也是一个喇嘛庙其实在不丹你几乎到处看到的呢，都可以说是喇嘛庙我们前往普纳卡旧都皇宫所经历到的一个切米拉康这个地方不丹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一朵迷云，最后的香格里拉。只要你愿意，不丹绝对是可以亲近，也可以来到的一个地方现在我们进来的这个叫做切米拉康。那切米拉康其实它可以说是另外一个喇嘛庙，它位于河边的高岗上面是喇嘛朱卡库拉的堂兄为纪念他降服恶魔而建的寺庙。喇嘛朱卡库被不丹人广泛尊称为圣人，那称之为疯癫的圣真。切米拉康并不大，一个小佛殿，中间供奉的释迦牟尼，还有朱卡拉小雕像。裸露，这个雕像都是很特别这个朱卡库拉他的小雕像呢，裸露他的下体那生殖器呢夸张的变形了。此地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裸露下体的朱卡拉康呢？因为这里呢也是求子圣地。多年没有子，没有小孩子的这个信徒呢，在此地呢
得到喇嘛赐福之后呢，回去即怀有身孕了。寺庙里面的喇嘛用代表朱卡拉生殖器的骨雕跟木器物敲击你的头啊，这是对朝拜者的一种赐福哦。那环绕切米拉康的乡村美景啊，还有这一个求子喇嘛庙哦。现在这一个在前往普纳卡旧都路上的一个切米拉康降服恶魔而建的寺庙。我们来到了普纳卡宗，在这个普纳卡宗呢，当然也有相关的故事哈。四世国王领兵亲征阿萨姆，在印度的阿萨姆，是为皇后为了感念第四世国王祈福所建造的一个寺庙。四世国王在2011年呢，刚过56岁生日哦，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哈，这一位国王有4位老婆。1972年，四世国王继承王位，当时只有14岁，是世界上最年轻、最英俊的国王，也就是现任的国王。他登基之后呢，开始改造了不丹，增设基础建设，以水力发电厂赚取外汇，教育跟医疗全部都是免费的哦。四世国王呢，也不顾众人的反对，开放了卫星电视跟互联网的市场，让不丹的人更享有世界观。甚至为了推行了民主，50岁的他就已经宣布要退位，人民当然很不舍啦。而后继者就是他的儿子旺楚克五世。新国王勤政爱民的形象呢，一样深植人心哦。尽管国王仍是不丹的最高元首，但议会拥有对国王进行弹劾的权利哦。只要超过投票2/3，这个国王呢就必须怎样？就必须得要下台了。所以这也是在不丹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从前面也看到了首都、国会、议会，现在又走到了旧都来看到。那这也是不丹它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呢，不丹的国王长得年轻英俊啊，其实他爸爸更年轻啊，一样啊，只是呢退位的比较早一点。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的这个一样啊，金碧辉煌的门窗旧都旧首都在这边，在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是不丹境内，这里啊也是不丹境内欣赏喜马拉雅山群峰一个很好的地点哦。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得到不丹的最高峰甘卡本森峰哦。那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得到108座的佛塔。很多人说如果在对着这108座的佛塔呢大喊呢God bless victory 神佑胜利为你带来启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那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布纳卡宗要到这个地方，我们在不丹最适合的季节来到往年的4月中下旬一直到了9月份都是不丹最适合旅游的一个季节。那现在进来这里面呢，也可以看得到每个佛塔的中间都设一个神瓮，里头都有佛像每一尊都不太一样。那这个也是必须，我想可能真的要对这个普纳卡宗对这个不丹有一定的了解，你进来才拍得到不然连小狗都拍进来了这个地方呢，让我们可以多留一点时间来看看它的旧国都旧议会，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呢这个我们一直在讲了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国家。那不丹呢除了人民生活很快乐之外呢在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国王不负众人的反对选择了退位实行了民主而且呢不丹的4世国王旺楚克跟儿子5世国王呢当然也是叫旺楚克了走遍了不丹的每一个村庄，向自己的臣民说明了民主制对不丹未来发展的必要性，讲解管理国家众人比一人合理。走遍每一个地方，光这一点就不得了了但也不能这样讲，因为不丹的人口不多了70几万人到150万人因为他没有户籍制所以真正的不丹如何呢不是很清楚这其实没有户籍制，当然代表呢他要收钱呢也就没有那么好收了他的税制就没有那么好收了所以管理国家众人比一人合理，他们的观念来去呢治理这个不丹。所以我说要走遍每一个地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为了让不丹的人长远的幸福，所以当时他们呢强力推行了自己的民主。尽管国王仍是不丹的最高元首，但是呢他并不是认为他最高元首他很多事情都不做他还是呢一步一脚印的到处去走。而在没有电视的年代呢，其实不丹还有一个小插曲不丹驻联合国，不丹也有加入联合国，不丹驻联合国的代表有一项特别的任务，就是定期要把美国篮球联赛的录像带呢送回到国内供国王研究技术动作用因为之前4世国王呢他是篮球的爱好者。
散步了。有没有都特拉一口凯旋佛塔3000公尺以上的都特拉一口啊？都特拉一口的地标哈，也就是108座佛塔，是不丹皇后为国家祈福而建。特殊的佛塔造型是不丹国师在禅定当中呢所精建到的哦。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的都特拉一口凯旋佛塔，其实别小看哦，这个海拔都算高的哦。有到3000公尺的海拔了。那前面也特别在介绍的每年的其实真正你说4月份其实3月份就可以来旅游了一直到11月份，其实都是不丹适合旅游的季节当然，你比较完美的时间点就是4月到9月底吧那春天的不丹景色非常的优美为了保护环境资源其实不丹不是你想来就来这个国家是这样，不是你想来就来它限制观光的人数，因为不丹并没有全面开放的观光，所以一路有湘西跟景点无盖在东部地区的喜马拉雅山的河谷为不丹主要的观光地除了首都逛逛假日市场之外呢，还有它的喜马拉雅山的河谷也是来到不丹，所以这个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很多人会认为有钱哪里不能去不丹就不行为什么？他们不以观光为目的它呢有强烈限制观光人数那包含了这里的非常多的喇嘛庙还有包含了我们一路上其实几乎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喇嘛非常多，大大小小喇嘛庙非常多，而且呢还可以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机会看得到不丹的面具舞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艺术表演以宗教为内容的舞蹈，而且呢在这边还可以了解到呢，不丹的造纸厂沿袭的古老的技术他们有没有108座？你不要以为它是夜总会，不是每一个佛塔里面都有一个神瓮那我刚刚说了不丹它有很多的情况包含了它制造了没有污染的造纸技术本身也体现了一种精神顺天而行，不但不会污染环境呢，你可以在自然快乐的环境底下生活。观念主导人的感受不在于物质，而在于环境底下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人认为追求经济才是全部快乐的泉源，不丹一直不断的在告诉我们，经济不全然是快乐的泉源之一那这里就是不丹最特别的地方那也是它最不一样的地方不知道您能不能认同不丹的理念跟观念呢？